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传统金融到底是用什么招数，透过稳定币和结盟币圈生态，硬生生把结算主权给抢回来的？今天我们不废话，直接用问答的方式带大家拆解这场震惊整个金融圈的世界大对决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首先来看看这个惊人的数字。26.4亿美元，大家猜猜看是什么样的庞大利益，让那些华尔街的传统金融巨头们决定在2026年6月30号这天突然联手起来掀桌？老实告诉你，这其实是光是2025年单一家稳定币发行商靠着准备金利息赚到的超狂营收。没错，这根本是一块超级大肥肉啊！传统金融巨头们看得当然眼红，他们决定不忍了，这次要亲自下场抢地盘。所以我们就来聊聊第一部分，稳定币新霸主强势登场，来看看传统金融到底是怎么逆袭的。就在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，市场可以说是被丢了一个超级震撼弹，超过140家全球顶尖的机构竟然悄悄组成了一个叫 OpenUSD 的超级联盟。这阵容有多夸张？里面包含了 Visa、Mastercard、华尔街巨头贝莱德，甚至连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都在里面。这支由 Stripe 旗下 Bridge 共同创办人领军的正规军一站出来，那个绝对的规模可以说是彻底改写了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。看到这个华丽的阵容，你脑海中是不是马上浮现出一个超悬疑的问题？在这么庞大的联盟里，究竟是谁没有被邀请上谈判桌？毕竟一份名单上最刺眼的，往往是那些没有出现的名字嘛。答案揭晓了，目前市场上那些呼风唤雨的加密原生垄断巨头，像是发行 USDC 的 Circle、发行 USDT 的 Tether， 还有 PayPal 的 PYUSD， 这三大现任发行人竟然一个都没有在名单上，这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讯号，这绝对是一场针对既有霸主的精准打击。消息一出来 ，Circle 的股价盘中瞬间崩跌超过12%，直接摔到4个月来的新低点。华尔街的嗅觉可是很敏锐的，大家立刻意识到稳定币商业模式的地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。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联盟共享对决独占垄断。我们来看看这场商业模式的存亡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商业模式拿来对比一下，其实非常清楚。在过去啊，像 Circle 或是 Tether 这种旧势力，他们把大家的钱拿去买美国国库券之后，是直接独吞掉所有的准备金利差的。但是呢，新势力 OpenUSD 主导的玩法完全不同，他们玩的是联盟共享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能帮忙带来交易量、带来资金，利息在扣除掉管理费之后，就会直接回馈给所有的合作伙伴。所以最关键的杀招来了 ，OpenUSD 这次端出了3道主菜：零成本铸造与赎回、共享准备金利息，还有联盟共同治理。这对原本的加密原生发行商来说，简直是商业生存上的致命一击啊！因为它直接终结了过去那种单一发行人垄断利差的暴利时代。传统金融这招等于是直接把桌子给掀了，霸气的跟市场说：各位，只要你们能带量进来，这块利差大饼我们大家一起分。了解了新模式之后，我们来到全场最辛辣的第3部分， Coinbase 到底为什么要背叛？为什么会说这是最辛辣的冲突呢？你想想 ，Coinbase 和 Circle 一直以来根本就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啊。Coinbase 不但持有 Circle 的股权，而且平台上 USDC 所产生的利息 ，Coinbase 可是100% 全拿哦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还握有 Circle 新增合作案的否决权。光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，稳定币就为 Coinbase 贡献了将近3.05亿美元的营收。你说这是不是一只超级肥美的金鸡母？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既然这段关系这么赚钱，到底为什么 Coinbase 还要选择脚踏2条船，甚至冒着鸡母 Circle 失去这只金鸡母的风险，跑去加入一个由传统金融主导的竞争对手联盟呢？其实嘛，商场上真的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，一切都是利益考量。Coinbase 这么做背后有3个超级现实的动机。
第一，为了增加谈判筹码，他们跟 Circle 的合约刚好在今年8月就要到期了，现在赶快去加入一个新联盟，就算不打算主推 OpenUSD， 手里也瞬间握有了最强的替代方案，这样在续约的谈判桌上腰杆子才挺得直嘛。第二是为了避险，大家知道美国货币监理署，也就是 OCC， 今年2月才刚端出新规，打算把 Coinbase 原本变相复习的灰色地带给堵死，而新联盟的共享利息模式刚好就成了一条合规的逃生路径。第三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那就是升级。大家都想挖深自己的护城河嘛。Coinbase 显然不想一辈子只当个帮忙分销的二房东，他们看准了机会，想要自己掌握发行层的利差，直接升格当地主。当然啦 ，Coinbase 的执行长还是有出来精神喊话一下，强调说合约都还在，预期会维持原来的条件，试图稳定一下市场军心。不过说真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大概就是台面上的公关客套话罢了。8月马上就要到的续约谈判 ，Coinbase 面临的重新议价压力绝对是空前巨大。更不用说 Coinbase 手上还握着那把否决权的大刀，现在自己又身处在竞争联盟里，双方利益冲突的张力可以说才正要激烈的浮上台面呢。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高，进入第4部分结算主权之争，来看看究竟是谁能定义未来的链上美元结算。到底什么是结算主权？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说，就是由谁来决定美元在区块链上要怎么结算，还有到底谁可以控制那个记账的账本，并且决定那些庞大的利息该怎么分。各位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加密货币圈对抗传统金融了，这次的情况反过来了，是传统金融直接披上了区块链的高科技外衣，靠着打群架的联盟力量，强势力回过头来，要向那些加密原住民夺回全球的清算权利。整个局势可以说完美展现了稳定币产业的典范转移。现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强的模组化金融铁三角。首先，由贝莱德负责把庞大的美国国债代币化塞进储备库里当基底。接着 Stripe 负责运用他们涵盖全球的支付网络，把这条结算链直接铺到我们每个人的线上购物车里。最后再由 Coinbase 提供法币进出最强最合规的渡口。你看，稳定币发行早就从以前单一公司的独占网络渠道，进化成现在这种虚实整合、联盟化分工的超强阵容。在这种夹击之下，像 Circle 这种纯 Web3 的中间商，瞬间就被挤到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局外人位置。好的，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，稳定币的发展蓝图与对央行的冲击。这简直是一场全球权力的重新洗牌。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稳定币的进化史，大概可以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打的是发行量与流动性之争，这部分 USDC 和 USDT 早就占了极大的优势。第二阶段拼的是应用场景与支付渠道，而现在呢，我们正处于最白热化的第3阶段，大家在争夺的是网络与账本规格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结算主权。现在的战场可以说是 Stripe 的 Tempo 联盟链、王者以太坊公链，还有传统旧体系的法币账本，这3方之间展开的一场史诗级大混战。那你可能问，这一切对各国的中央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其实带来了一个无比真实又尴尬的冲击。你想想看，140家私人企业组成的联盟，现在正用一种完全没有国界，甚至不需要取得当地牌照的方式，让美元悄悄地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感觉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这简直就像是当年脸书推动 Libra 计划的魔咒又再度降临了。最讽刺的是，一个由私人企业拼凑出来的联盟，在推动无国界美元结算的效率上，竟然远远赢过全球那些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体系。这对各国政府来说，绝对是个巨大的警讯。所以，随着这场轰轰烈烈的结算主权争夺战持续延烧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一个终极的问题。当美元在区块链上的结算权利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、大重分配的时候，身处亚洲市场的我们，或者是未来想要参与这场金融变革的投资人，我们究竟该站在哪一边？是站在能够制定规则、一起分取利润的收费站那一边，还是只能乖乖待在被别人摆布、默默缴手续费的那一边？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持续追踪，而且必须深入思考的关键课题。
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，希望这些内容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视角与启发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